云国南部的云州，有一所云上学堂。云上学堂文风盛行，学习氛围浓厚。云上学堂是培养男子出仕为官的地方，也是文人学子们最向往的修学之所。云上学堂今年入学考试报名开始，请大家登记户籍，领取考牌。今年录取名额怎么这么少啊？哎，不是今年，是年年如此。那岂不是考进了一定能出仕啊？对啊，供不应求啊！你想得太美了，这云上的考试太难了。这个，安心，这位老人家看起来对学堂很是熟悉啊。什么老人家？我也是应届的考生啊！今年呢，我势在必得。爷爷，去年你也这么说。哎，老板，您这扇子有什么特别之处，让我们家公子这么着迷啊？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！我这把扇子看似平平无奇，但是题字之人可不得了啊！封刺史，对呀，这是我们云州贵族首领封继昌封刺史的墨宝。公子，这真是老爷？你们可别不信啊！我以身家性命担保，但凡如果你在我这儿买到假货的话，我愿意献上我的项上人头。这真是老爷的字儿啊！仿的，不过这笔法确实是有些功力的。你干嘛？公子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伤到哪儿啊？你会不会走路啊你？哎，你干嘛呀你啊？我的镇店之宝啊！没事吧？镇店之宝！你别走，你站住！你看，你毁了我的宝扇，还想走？这个仿扇出自小生之手，如果老板想拿来当镇店之宝的话，改天我给你多送几把啊！你给我起来！哎，你看，你干嘛啊？有事说事儿，别动手动脚的。哎，这第二册呢？哎，赶快拿出来！这写书之人真心肠狠毒啊，偏偏要停在这么揪人心的地方。能理解，能理解。公子，如果愿意多加点钱，我让你马上看到第二册。你还真是贪得无厌啊！曹掌柜，哎呦，第二册来了！哎呦，你不会是还没写吧？
肯定是掉在来时路上了。哎呀，此刻我后堂坐满了写手，就等着抄第二册呢。莫非这位美丽的公子就是作者吗？如假包换。你这是干什么？难不成你要献血？多说无益，不如及时弥补。你放心，我肯定会解决的。你都记得？温公子，你不去参加堂考，真是可惜了。一级复习之后，别忘了有什么好看的？有什么好看的？丰城郡，还真是丰臣俊。欢迎风雪有优先回来。我们家公子正是丰城郡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上学堂还得好好观赏一番呢。给你贴个福，我沾沾喜气儿，想考试通过嘛。你还是老样子。其实我还想再来个大大的拥抱。哎，你干嘛呀？我们家公子是你想抱就能抱的吗？真的是哎，这不是最近坊间特别流行的画本子吗？晴起月雨风止出。成俊兄，你也喜欢看画本？你也有这爱好？写完了。哎呦，哎呀，温公子，你真不打算参加云上学堂的入学考？哎呀，这些都是小钱，给你。我会抓紧写第3册的。不过这画本卖这么好，你得加钱啊。哎呀，能理解，能理解。欢迎再来啊，公子。谢谢啊。下次再来。公子，看一下吧。老板，哎，每份各来一个。好嘞，慢走啊。谢谢。哎，给。干嘛？你看你这么瘦弱啊。平白无故不受他人之礼，拿走拿走。我当然有求于你啊。公子所求之事，小生做不了。哎，我还没说我要让你做什么呢，你怎么就做不了了呀？小生有自己的原则，其一呢，不为堂生做事，不代写作业，不代考；其二，不参加堂考。所以公子所求之事，小生做不了。告辞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是要请你代考呢？再者，你又怎知我是堂生呢？公子穿戴华丽，十指白嫩，又爱读闲书。刚刚小生抄书的时候呢，公子两眼放光。我这刚出来没多久，你就紧紧跟随，肯定是问了曹掌柜，知道我不接你单子，所以自己跟来。再者呢，云上出事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如此三番，肯定都猜得出来了。你不当堂生，真是可惜了。那小生就告辞啦。怎么了，文蝶？又不舒服了？文夫人，
这个呢是今天的工钱，我都已经算好了。今天这钱还上呢，咱们欠的外债都还清了。明天我就去买五花肉，咱们吃肉吧。去吃饭吧。行。这个刘夫人的刺绣我都做好了，我过去送一下啊。娘，你收人聘礼了？姐，文斌，文熙啊，下聘的人家是户好人家，你要嫁过去啊，就不愁吃穿了。你一天要吃3顿肉都可以。我是只想吃肉、只想享乐的人吗？娘，你怎么能轻易收人聘礼呢？这女大当嫁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何况那户人家，好多女子都争着抢着想嫁过去呢。对不起，姐姐，你也别怪娘，都怪我，怪我身体不好，总生病。不关你的事儿，文斌。反正我不会嫁人的。娘，那聘礼谁送的？你给人送回去。这聘礼我都给用了。用了？你用哪儿去了？反正我都跟人说好了，人家要挑个好日子就把你接出阁了。我不。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整天穿着你弟弟的衣服去街上卖刺，你喜欢这样的生活吗？我就愿意。我不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，你觉得我逼了你也好，卖了你也好，杨真是全心全意为了你。等他日下了黄泉，见到你爹，我也问心无愧。我不嫁。这样，你礼金花了人家多少钱，我就还人家多少钱。就没有价格更高一点的单子吗？我现在急着用钱，除了代写作业、代考之外，我都接。能理解，能理解。我这儿还真有一份特殊的单子。2天之后，云上学堂举行初试，有人需要助考。助考？干什么的？发考卷？研墨？还是倒茶水啊？也差不多，就是在这个基础上，以口述答案的方式帮助考生完成考试。那不就是作弊吗？这跟代考有什么区别啊？当然有区别了，代考那是代替别人考试，那是舞弊。我曹某人知道公子您是有原则的人，绝不会强人所难。助考就不一样了，那是帮助，是善举，急人之所急，解人之所忧。能理解？不理解。你当我什么都没说？公子，哎呦，公子，你现在精心准备考试还来不及呢，怎么还看这种书啊？这本册子看上去是不入流之物，但是文笔切切，里面描写了男女之情、相爱的风气，确实令人向往。那这也不是你们读书人应该带在身上的东西啊！你看那位小公子，他就是被这里面的情形爱给迷惑了。确实如此，他这个年纪不应该读这样的书。不过他仿冒父亲大人的笔记，确实是惟妙惟肖，真假难辨。只是他靠仿冒品为生，实在是可惜。公子，你这刚回云州不久，这好多这个人情世故啊，你都还不明白呢。像他那样的人，其实现在还挺多的。家境好的吧，就参加科举了；家境不好的吧，也就只能以此为生了。人各有命。啊，对了，学堂那边说下午可以参观了，我这就去准备一下啊。
出去！你们不准进！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光天化日入宅行凶，小心我告你去啊！是谁要告我呀？还不退下！是。我说夫人，你有这么倾国倾城的女儿，干嘛还出来借高利贷呀？借高利贷了？姐姐，你爱是实在没办法了。大夫说要进一味大药，需要500钱。500钱？没错，你都听到了吧？啊，你们欠了我的债不还，我们只好上来讨债了。但是现在我改变主意了，你母亲借的钱和利息，我都可以不要啊，我只要小娘子，你跟我走。不行，我女儿已经被村头的李家下了聘礼，她不再是我们家的人了。我们家欠你的债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的债我一定会还的。哎呦，娘，这么说你早就算计好了，想要诚心赖我的账是吧？啊，来人呐！是，把他们给我带到官府里去。好。等等，7日之内，我1分不少的还给你。那7日之内如果还不上，又另当何论呢？还不上，我就跟你们去。好，姐，你说什么？他说话不做准。我就听你的。我现在是越来越喜欢小娘子你的性格了。不过，在你把钱还清之前，我想先委屈你这弟弟到我那儿住几天。哎，你们放心，好吃好喝，好伺候。不行，不能带我弟走。小娘子，我对你可是一让再让，你可不要得寸进尺哦。恩碧，姐，娘，你们不用担心我跟他们走。不行，别管我了。你放心，文斌，我一定尽快让你回来。翻墙啊！除了规定的开馆日，云上学堂是不允许随便出入的。不翻墙，还能让你从正门大摇大摆的进去啊！啊！快点啊！磨蹭什么呢？我跟你说啊，雇主可是学堂长议会的长士，大家都尊称他为学长，你可千万别乱说话。这位就是云上学堂的学长，韩氏贵族的长子。公子们好，这位就是小的给您找的人。曹掌柜，这次你可选对人了。那是当然，这个人绝对称得上是1等1的高手。这就是你所说的1等1的高手，这也太年轻了。公子嫌我年纪轻，但是听声音，公子跟我不差2班，却是云上的堂生。小生虽学历不及公子，但是你要是拿年纪来断定我不是担此事之恩，小生心里不服。你若是真有本事，为何不自己考取云上学堂当堂生呢？这世间有百般职业，有人选这个，有人选那个。如果真要论出个高低，岂不业废者半？这世间就乱套了。我不参加考试，那是因为我志不在此。好一个志不在此！那你有什么本事？
给大家展示一下。那我就考考你这本书上的内容，我读上去，你接下去。你笑什么？光是背书，怕不能打消公子心里的疑虑。要不这样，你在那纸上写2个字，我将其上下文都补出，如何？行。学长，一字不差。去年，曹掌柜带来了3个写手，在考试快要结束之前，被监考官员抓住，各挨了30大板，打得皮开肉绽。那是意外，意外。我希望你能明白，无论发生任何事，你从我这儿得到的只有酬劳，而不是保障。我也绝不是你能惹得起的人，懂了吗？小生谨记。一切后果，小生自负。一不为唐生做事，二不参加唐考。怎么，你的原则不要了？公子说笑了，他是被我逼着接单的。原则是这个世上最无趣的准则，钱才是这世上最好的东西。跟我继续保持合作如何？我这里有大把赚钱的机会等着你呢。承蒙公子抬举，我确实是因为钱没了原则，但这不代表我认同你的看法。小生告辞。哎呀，淡定！淡定就能逃出去吗？能啊，挨30大板就能出去了。我就是不想挨板子呀，我。那你还不赶紧逃？你不跑，我掩护你呀。那你一定小心，别管我。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哎，你干嘛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。你以为你3个对不起就能抚平我们家公子心灵上的创伤吗？公子，你这脸，你知道我们家公子是什么身份吗你？啊？没事吧？哎，公子你别管，我一定把他给你揪出来。哎，开门！你是男人就把门给我打开！开门！你有本事打人，你没本事开门啊！啊！开门！快，把门打开！公子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人？那人应该是混入学堂的写手。如果你们抓到他，将会如何处置？
最少打他个30大板。这种人是应该惩治的。那您刚才有没有看到他从这里经过？在里面。快走！来，把门做开。喂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男人跑进来？没有啊，没看见。是个女的，怎么生的火？这么大眼？走吧，走，许是刚才那位学生看错了。这100钱，还是不够赎回弟弟。啊，再想想办法吧。干什么？给我抢去！你别抢！拿过来你！走！你小兔子！你们是想死还是不想活了？谁啊？大哥，他们抢我救命钱！谁是你大哥？哎，就想这么走了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们吵到我睡觉，这笔账总得算一下吧？老大，老大，滚！走！真是受不了，一个大男人像个受了委屈的女人一样。谢谢大哥。下面有请韩胜志学长参拜至圣先师。至圣先师在上，请您将智慧赐予真诚贤明的考生，祝他们通过初试、复试、3试，学获渊博的学识，肩负起国泰民安的使命。你准备的怎么样？按照云上学堂的考试规则，考生可以带一名男性陪考，在旁边端茶倒水伺候着。当然了，老婆孩子是不允许入内的，所以你只需要按照座位图找人，找到人后就在他身旁候着，等考试题一出，你在旁边口述答案就可以了。任何舞弊行为，杖责200，并终身禁止参加科考。如有人置云上学堂的3令5申于不顾，仍然心存侥幸，顶风违纪，辱没人格，本人将铁面无私，严惩不贷。现在开始答题。
百学须先立之，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，乃是学以致用也。又云，公子怎么还不动笔啊？你这是在给我答案？他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是在质疑我的能力？是，公子你放心，虽然这是我第一次助考，但是我有信心定能让公子进榜。你给的答案很好，却没有自己的观点。现在考试的是公子你，小生只是助你一臂之力而已。你对学以致用是如何理解的？小生替公子答题，助公子进榜，取公子酬劳，这就是学以致用。就是如此肤浅之徒。打扰了，我认错人了。你扰乱考场，做代考之事，辱文人风骨，便想一走了之。公子，我也不想做此事，只是家徒四壁，家里又有人病重，债主每日逼迫，我才逼不得已做了此事。我发誓，这是我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，以后再也不会了。求公子饶了我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小生姓文，单名一个斌字。监考先生，这里有人扰乱纲纪。你说什么？是谁在肆意妄为？何人舞弊？是在座的考生、写手，包括我，还有前面做的监考。你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身为学子，不求光明磊落，反而投机取巧，公然抄袭答案，甚至雇佣写手来沽名钓誉，此乃肆意妄为。而他们和我却对这种行为视若无睹，明哲保身。这和舞弊又有什么区别？你对这种歪风邪气装聋作哑，你不配做监考。狂妄自大，以下犯上，报上名来，我要将你除名。学生，丰城郡，拿名册来，我到底要看看你是谁家的疯孩子。封院长，您别查看了，丰城郡乃是云州刺史封大人之子。怪不得刺史大人，原来如此。真是虎父无犬子啊！你们看到了没有？听到了没有？什么叫大公无私？什么叫敢做敢当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赶快整顿考场！写得好好的，怎么？所有陪考人员全部请走。赶紧，都离开，走，快点，走，快点，走了，快点，快。继续答题。这种名副其实的堂考，我真是期待已久了呀。堂考本来就该是这个样子的呀。哎呀，方公子啊，托你的福，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好的考场秩序啦。小生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。那你为何又自带小抄呢？小抄？
气。风公子，这是你的座右铭吗？肃静！那坐一拖它就有问题，那横看竖看都一个样。你可知道托我办这件事的人是谁？那可是云上学堂的学长韩公子啊！哎，我知道。那你可知云上学堂所有堂生的事务都是由他操办的？就这样被你办砸了，啊！这以后云上学堂的活儿，估计是再也没有我的份儿了。这事儿也不是我一个人，那考场里所有的代考都被清出来了。那考场里所有的代考几乎都是学长安排的，就是因为你无端的招惹了刺史家的公子丰城俊，才造成了现在这个后果。这是突发事件，我也没办法。你就连这么一点小小的事情都办不好，你让我们韩家还怎么去跟封家去竞争贵族的首领之位？那些个废物，连出仕都要舞弊，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出息。那些废物将来都是支持你做贵族首领的人。我亲口向田家承诺过，让他的孩子今年考入云上学堂。你连这点事儿都办不好，你让你爹有何脸面去见田家的人？啊？你这般行事是为了显示你自己，得到众人的赏识吗？孩儿只是在做自己该做的事情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出人头地，只会成为众矢之的。韬光养晦才是上策。我告诉你，在云上学堂，你必须要做一个强者，让所有的堂生臣服于你，你才能够像你爹我一样出尊居显。是，你不愿忍辱负重，可又不畏出人头地，那你究竟意欲何为啊？公平，无论是谁，只要有真才实学，并且以报效国家为理想，都应当支持。正如18年前薛定坤先生的言论，虽然他出师未捷身先死，但是他的理想和抱负终有一天会被世人发现，并且发扬光大。薛定坤之事在众人眼里那是大逆不道的。以后不许再提起。是。要是被那个疯公子发现，我现在还跟你在一起，那可真是要呜呼哀哉了。走吧。哎，你也要赶我走？那迫不得已嘛。可是我真的很需要钱。疯公子，我也很需要钱。对不住了。好吧，我也不能连累你，那您多保重。